Hello，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。今天咱们说说《甄嬛传》中的男人，且还是最任性的几个男人。第一，当属安比怀了。安比怀这一生虽然活得不够长，又起伏不定，但也算是很充分的享受生活了。年轻时，他大概依靠着不错的外表和一张油嘴，俘获了安令荣母亲的芳心，从此走上了没羞没臊的吃软饭之路。依靠妻子捐官，爬到松阳县县城的位置，后立即纳了一大群美妾。白天上班是混日子的，晚上回家是左拥右抱的，这生活过得多么舒坦。最令人羡慕的是，安比怀对于女儿安令荣投入的金钱、情感都不多，获得的回报却是丰厚的。当初安令荣入京参加殿选，身穿一身过时的且做工粗糙的衣服，头戴一枚银簪子，手上2枚鎏金镯子，却意外当选了。早在安令荣还没成宠的时候，就借甄嬛之力给安比怀挡过灾。之后凭借女儿宠妃的资格，安比怀贪得无厌的本质更加暴露无遗。他作天作地，有恃无恐，反正出了事儿，有女儿兜底。然而有一句话这样说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。安比怀做的孽，安令荣来偿还。因此安令荣的一生过得十分辛苦。怀孕小产之后，他曾站在风口里对宝娟说，我累了。而最后的他，与其说是死于自杀，不如说是被活活累死了。和很多在原生家庭里没被善待过的女孩一样，第一次走进甄府的安令荣，大概也经历过情感层面的撕裂与重组吧。他羡慕甄嬛，也嫉妒甄嬛，他敬重甄远道这个父亲做得好，却又禁不住满心幽怨地想，凭什么他不是我的父亲？基于这种不甘心，甄远道入狱之后，安令荣才会派人往大牢里送老鼠。或许他也不确定甄远道死了，甄嬛会不会跟着倒了，但他无比笃定，若甄嬛没了甄远道，与他之间的差距就会更小了。安令荣所没想过的是，与安比怀一样，甄远道也是一个任性的父亲。甄嬛这一生大部分的辛苦都拜这位父亲所赐，只不过相比于粗鄙不堪的安比怀，满身书卷气的甄远道看起来更体面一些而已。安比怀在好色，也是合理合法的纳妾，而甄远道偏偏去招惹罪臣之女，招惹了又搞不定，因此衍生出来麻烦，生出浣碧来，又不能让他的身份见光。甄远道这拖泥带水的处事方式，换来的不仅是浣碧母女命运的悲剧，还有甄嬛母亲半辈子的委屈与隐忍。甄嬛入宫之前，甄远道到女儿房中谈话，这场谈话表明浣碧身份是手段，将安置浣碧的责任甩锅给甄嬛是目的。作为家中长女，甄嬛是有担当的。一句父亲也有父亲的不得已，缓解了甄远道的尴尬。一句将来若有机会，我一定给他指个好人家，给甄远道吃了定心丸。然而所谓承诺，说的时候容易，执行起来却是千难万难。入宫之后的浣碧，在曹琴墨的挑唆下，差点把甄嬛害死。弦月阁事件当晚，如果甄嬛不是顾念着那点血缘关系，不是顾念着父亲的感受，早就把浣碧打发了，哪还会给他第二次证明自己的机会？那之后的日子里，浣碧虽然得以继续留在甄嬛身边，但甄嬛却不能完全放心了。时不时的敲敲打打，日常相处中的恩威并施，让浣碧不敢再造次。而管制浣碧，对于本来已经如履薄冰的生活在后宫的甄嬛来说，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。包括浣碧嫁给果郡王之后，与孟静娴之间的争风吃醋，也占用了甄嬛的时间和精力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甄远道的任性与不羁，比果郡王有过之无不及。甄嬛在甘露寺期间，果郡王想迎娶她，可是想好了后面怎么做的。等皇兄渐渐淡忘了你，我便让靖安师太报你病逝，我们更名改姓，远走高飞。虽然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，但好歹体现了一个男人大事上的担当。而甄远道呢，自己在年轻时结了一段孽缘，搞出了一个烂摊子，最后却让女儿去摆平。剧中第二个体现甄远道任性之处，是在年羹尧倒台之后，皇上斩杀汪景祺，将他的首级悬挂示众，的确残忍。甄远道针对这件事情表达出不同的看法，虽说有悖于皇上的心思，
但也显示出他为人善良的一面。然而，接下来在钱明市古香亭诗集事件中，甄远道的行为却是十分自我和任性。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出，甄远道得到钱明市的诗集是中了恶敏的圈套，并不像皇上所猜想的那样与钱明市有什么私交。皇上让朝中大臣写谴责钱明市的诗，连以刚正不阿著称的张廷玉都遵从了皇上的旨意，而本就与钱明市没有私交的甄远道却公然违背圣意。有人说，甄远道此举显示出古代读书人的气节。然而，个人认为气节很贵，好好揣着就行了，不用刻意彰显。什么是真正的气节？碎玉轩被困期间，刘珠用自己的死换甄嬛的一线生机，这是气节。面对皇上的恩宠和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叶澜依不为所动，竭尽全力为果郡王报仇。大仇得报之日，宁愿了结自己，也不以太妃身份苟延残喘。这也是气节。气节要落到实处，出让个人利益，能救他人性命或普渡苍生，而不是白白牺牲自己，甚至连累家人。对于扭转大事，帮助他人毫无益处，只为别人竖着大拇指夸一句有骨气。钱明市一事儿，不管甄远道写不写诗，钱明市的结局已经注定了。皇上让朝中大臣写诗批判钱明市，一是为了力排众议，稳固皇权，二是为了考验甄远道。彼时的甄远道顺应皇上，得生；忤逆皇上，不仅自己要下狱，而且家中的妻女、宫中的甄嬛和浣碧也会受到株连。此种情况下，甄远道依然选择了后者，只为得一个有气节的虚名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甄远道倒活得比皇上还任性。当初皇上为了稳住年羹尧，在这个战功赫赫的大将军面前，都免不了假意顺从，一再隐忍。而甄远道这一生却真正活出了自我，不为任何人退让。年羹尧任性吗？从剧中使唤苏培盛布菜、坐等皇上、力荐赵知源、私传太医等情节来看，他的确任性。然而，年羹尧任性的底气是自己戎马半生换来的。甄远道去宁古塔3年，甄嬛都要反复说宁古塔苦寒，父亲如何受得了，并心疼地落下泪来。而年羹尧半辈子都在边塞为国征战，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他所谓的风光背后，也有着太多的身不由己，危险重重。在对待家人方面，年羹尧是一个纯粹的施予者。华妃初进王府时怎样受宠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仅从《甄嬛传》来看，皇上对华妃的顾念、宠爱，大多是看在年羹尧的面子上。年羹尧倒台之后，华妃对哥哥、侄子、父母等人的助力几乎为零，并且他很快也走上了赴死路。而甄远道呢，则更倾向于扮演索取者。他的前半生得到的是浣碧母亲无私的爱和甄嬛母亲的包容、照顾和迁就，后半生他每一次落难都是甄嬛拼死护他周全。从福气上来说，年羹尧不如甄远道。正因为甄远道其实和安比怀一样，都不是让人省心的爹，甄嬛也和安令荣一样，都肩负着沉重的家族责任。所以，即便安令荣做过太多错事儿，伤害过甄嬛太多次，甄嬛对他始终有一份理解，一份怜悯。这种理解和怜悯的感情，实际上是很深刻的，比甄嬛和纯儿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感情深，更比他和浣碧的血缘关系深。只不过，安令荣一直读不懂罢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吧，我努力更新。